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乱象横生的神学院。一看标题，大家应该可以知道了。这一期节目我准备拿神学院说事儿了。当然，在这里首先要向大家声明的是，我本人没有读过神学院，不仅没有读过神学院，甚至任何一间神学院的大门我都没进去过，所以我几乎对神学院一无所知。可是我又为什么要说神学院呢？有句老话，没吃过猪肉，总还是看过猪跑的。作为一个有独特视角的频道，很多问题是可以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的。没进过神学院，却总是见过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神学生吧。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，今天我还是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乱象横生的神学院。对于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神学院来说，完全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产物。因为神学院与天主教的修道院是完全不同的。修道院按照其拉丁字根的含义是独自生活的地方，而神学院按照拉丁字根的含义则是培养种子的地方。一个是让追求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做隐士，一个是让追求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，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神学院的出现是一种积极的信号。但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关于神学院的一系列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在西方传统基督教国家，比如欧洲以及北美，神学院等同于研究生院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神学院毕业基本等同于硕士、博士毕业，而不是普通的大学教育。而在新兴国家，比如亚洲、非洲很多国家，由于文化教育的普及还不够，神学院无法达到研究生院的标准。特别是在华人基督教世界中，很多神学院甚至达不到普通大学的水平，充其量也就是高中水平。台湾早期的长老会神学院，由于学员的招收条件有限，通常学员要在神学院至少研读6年的时间才能毕业，相当于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水平。在那个年代，一间教会的牧师基本上是这间教会里最有学问的人。而后来，由于大众的教育开始普及了，教会整体的文化水平提高了，一些神学院改为要求至少大学本科学历以上才可以报名，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牧师对教会的牧养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大家已经习惯于神学院的证书就是牧师的一个学历，或者是说牧师来教会牧会的敲门砖。这与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差不多，因为很多工作都需要你专业是对口的，那么来教会应聘专业更是要对口。所以当代的牧师神学院毕业是最基本的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教会是不这么做的，这个今天我们先不说。当神学院的毕业证成为了牧师的文凭，问题就出现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学生毕业并不是说学这个专业的就能从事好相关的工作，没学这个专业的就不能完全胜任。当然，有一些特殊的专业不能这么理解，比如法律、医学、建筑等等。但问题是一样的，学法律的就能当一个好律师吗？学医的就能当一个好医生吗？显然这是不一定的。所以读神学的就一定能做好牧师吗？曾经有一次聚餐，对面坐着几位不认识的朋友，自我介绍之后才知道，感情这几位都是神学院毕业。不过当我问起他们在哪里牧会的时候，
得到的答案是，这几位目前是当中介的、卖药的和卖轮胎的。原本看到一身西装的他们，还赞叹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，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这是为了做业务的原因。可是当他们以讨论神学问题为引子，实则是在推广生意的时候，我真的感慨当今神学院的乱象丛生。当然，这只是个个别现象。这几位朋友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也曾经信心满满，也曾努力地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但现实无情地打脸。为了生活，他们选择了其他的道路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我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。个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与别人无关，也并不是说只有当牧师去牧会才是神学生最荣耀神的事情。关键是我从这些曾经的神学生那里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，其实也是我们这些普通基督徒都忽略的问题。所谓神学院，自然是教授神学的地方，学员在神学院里主要学习的也是所谓的神学。但是什么才是神学呢？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，神学是对神这个主题展开研究或学说。我们通常都知道科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医学等等，所以神学自然也被理解成一种研究型的课题。对于普通基督徒而言，神学是多么的高大上，似乎有一种遥不可及的高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神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出自古希腊哲学体系的一个概念。神学一词是希腊文上帝和理性两个词的组合，这就非常奇怪了。我们真的可以理性的来认识上帝吗？理性一直都是与逻辑分不开的，而逻辑更多的时候被运用于哲学系统中。其实很多基督教教义都属于哲学问题。从圣经中的真理总结出一个神学，这本身就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挖的一个巨大的坑。今天我在这里并不是在否定现代被广泛认知的神学概念，既然已经出现了，我们只能尝试的理解和接受。如果今天的基督教突然取消了所有的神学院，恢复初代教会老师亲自带领学生的模式，显然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也不能说今天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就是不符合神心意的。关键是只要传讲纯正的福音和圣经的真理，那么也是神的美意。不过说了这么半天，好像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到底神学院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到底什么才是神学？也许你翻遍了所有的语言，都不能将神学做一个完美的定义。但是只要你不断地探究圣经的真理，突然回到我们中文的环境中，这个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。定义神学也许并不难，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就是神学其实就是学神。对于一个基督徒，终其一生的追求就是能够活出神的样子。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如果是主耶稣会怎样的来处理？整本圣经也是教导我们，人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应该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神学就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。神学院的学生所学习的，无非是怎么活得更像神的样子而已。圣经再熟悉，历史再精通，教义再透彻，最终活不出神的样子，一切都是枉然。
今天的神学院已经慢慢的变了味道，成为属世概念中的一座殿堂。但是即便是设施再完善，环境再优美，其核心永远都应该是教大家怎么学神，而不是什么故作高深的学问。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，也要明白，虽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去读神学，但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用一辈子来学神。那些经常拿着神学院的经历炫耀的牧师，在我看来都是没资格毕业的学生。在美国，如果想成为一名医生，至少需要10年至14年的努力学习。可是我们看看神学院，在美国一般的神学院只需要3年的学习。我们想了解人体，尚且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。我们想了解神，学习3年就够了吗？显然，神学院并不代表着什么。对一个牧师来说，神学院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。可是现实中有多少牧师将神学院作为自己完美的收官了呢？有着神学院的文凭，接下来就是经营教会和各种行政工作。而会友们也觉得神学院毕业的牧师该懂的应该都懂了，而对于普通基督徒，不懂的永远都不懂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奇怪现象。也许您看到这里仍然觉得我是在故作高深，也许您对于本期的话题不屑一顾，也许您认为神学与学神没什么两样，也许还有很多的也许。不过听不懂的人，我希望您冷静下来的时候能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。听得懂的人，我希望从今时开始慢慢的有所改变。最后我们来分享希伯来书第5章11节到第14节，现代中文译本。关于这事还有许多可说的，但是不容易对你们解释，因为你们的听觉迟钝，你们早就应该为人师表了。可是你们竟还需要别人用上帝信息的第一课来教你们。你们还需要吃奶，不能吃干饭。凡吃奶的都是婴儿，还不能辨别是非。从一方面来说，只有成年人才吃干饭，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，能辨别好坏。